我從馬來西亞移民來新西蘭有7年了，近這1年，真的身旁好多朋友、同事，甚至我女兒的家醫都選擇了離開新西蘭，移民到其他國家去。這是為什麼呢？不是說新西蘭就像天堂一樣漂亮的地方嗎？為什麼他們會選擇離開呢？嗨，大家好，我是 Lynn，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我是居住在新西蘭的馬來西亞人，今天就是想來和大家聊聊為什麼他們會選擇離開的原因，分享的是我所聽到的和總結我個人的觀點。我可以整理出8大原因來和大家分享。第一，高昂的生活成本。根據我找到的報告，他寫說新西蘭的生活開銷在 list 裡面算是名列前茅的，比其他87%的國家還要高。尤其是在奧克蘭和惠靈頓這些大城市，它的日常開銷，比如說你的食品、雜物和水電費都相對比較高，讓許多家庭都面臨着巨大的財務壓力。根據這個 WiseMove 的網站有寫說，如果你想要在奧克蘭生活得比較舒適，一個人你需要大約5000塊的開銷，如果是一家庭，每月開銷可以高達7900塊。上一期視頻我也有分享到我們一家3口在奧克蘭的生活每月開銷，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這裡也可以舉個例子，比如說它的物價，一包普通的金針菇可以高達10多塊，在冬天時1公斤的番茄也需要高達10多塊，所以這裡的物價是相對比較高的。第二，房價。奧克蘭的平均房價一度突破了130萬紐幣，這對許多普通的打工一族來說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了。高昂的首付跟沉重的貸款讓許多人都不敢買房。很多年輕人或者新移民，他們發現就算他們在奧克蘭有着一份不錯的工作，也難以負擔那高昂的首付跟沉重的貸款。這裡可以舉個例子說，現在新西蘭最低薪資是23.15稅前，所以稅後大概1年有4萬塊。4萬塊，你想想要如何負擔普通的一間奧克蘭100萬的房子，更別說是每個月那很大支出的房貸。不只是買房困難，在高漲的房價也促成了租金的上漲。這裡有寫說，在奧克蘭你租一間普通的2間房的房子，每周需要630，這對普通打工一族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支出。所以說，不只是買房困難，租房也是一個很大的支出，所以才促成了很多人想搬到其他国家生活，比如說亞洲国家。亞洲的國家沒新西蘭這裡的物價或者房價來得那麼高。3、工作機會。雖然說新西蘭的生活質量很高，但有些人，比如說專業人士，他們就會覺得新西蘭的就業市場很小，薪資也比其他的國家，比如說澳大利亞、美國、歐洲等國家來得低，所以通常醫療的工作人員、工程師或者 IT 人員，他們覺得海外有更多的就業機會。第4，基礎設施。這裡的基礎設施真的是很不完善，雖然說新西蘭的風景很美，但它路上的交通真的只能用1個字來形容，就是堵。除了交通很堵，它的公共交通，比如說巴士時常不準時，火車更別說了，時常火車會被 delay 或者甚至 cancel 不來的情況都有。尤其是在奧克蘭這個大城市，政府一直提倡人們要多搭公共交通，減少道路上的擁擠，但它的公共交通也不完善，時常巴士要等很久，然後新西蘭的網絡速度也很慢，所以等等這些問題，道路上的擁堵加上網速，不妨會使一些人選擇離開到其他高發展的國家。第5，偏遠的地理位置。新西蘭就像一座孤島，離其他國家都比較偏遠。我們很多商品都是從其他國家海運或者靠着昂貴的空運進口新西蘭了。很多大型的商家，比如說 Walmart 或者 IKEA， 到現在都還沒入駐新西蘭，可能已經放棄新西蘭這個小市場了。有些人，比如說他們很熱愛旅行的，就會覺得新西蘭飛到其他國家的機票十分昂貴，所以造成了他們想搬離新西蘭。或者有些人也覺得新西蘭離他們原生家庭的國家太遠了，然而成了其中一個原因，他們想搬到更方便的國家去。第6，醫療系統。雖然說在新西蘭的醫療服務很不錯，但你需要等待的時間是很長的。
新西蘭正在面臨着醫療人員的短缺，你去排個 emergency， 可能你就需要等個3小時以上，你約個 GP 或許就需要排個2-3天以後。所以有些人急着做手術的，或者急着預約專家的，你需要排的時間真的很長，有些甚至從6個月排到去1年的都有，這真的很讓人沮喪，所以會造成了有些人選擇到醫療資源更豐富的國家去尋找醫療方案。第7，生活方式。有些人選擇離開新西蘭是因為他們想嘗試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在新西蘭這邊，生活節奏相對的比較緩慢，比較 chill， 所以有些年輕人他們就想嘗試比較活躍的國家，嘗試不一樣的就業機會，所以就搬離新西蘭。然而有些退休人士，他們也會選擇離開新西蘭，到其他生活成本相对比較低的國家去，來 enjoy 他們的退休生活。來到第8，教育。我這裡能看到的一個情況是，很多華人家長他們會比較接受不了新西蘭這邊的放養式的教育方法，他們會比較喜歡國內學術的教育方法，所以他們會選擇把小孩先送回國內，把基礎打好，數理或者科學等知識都豐富好了過後，再把他們送回來繼續上高中。所以有很多家長都會選擇這種短暫性的離開新西蘭。那以上就是我所總結他們選擇離開新西蘭的8大原因。無可否認，新西蘭依然是一個很棒的國家，能在這裡生活、工作和旅行，對我來說都是一個無法置信的很好的一個體驗。當然，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利與弊，就要看你自己如何衡量。如果你是有打算來新西蘭打工，或者想永久定居在這裡的，希望上面提到不太理想的方面能給你一些不一樣的觀點。如果你有其他想補充的地方，或者有不一樣的想法，歡迎你留言在下方，我們一起交流。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B 講 Thank you。 Thank you。